凌晨2点，楼上邻居突然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：今天我好像在咱们小区看见了一个通缉犯，就是隔壁县杀了一家4口然后潜逃的那个人。然而此言一出，整栋楼的人都不淡定了。1202，别吓我，是不是看错了？咱们小区治安还挺好的，怎么可能有什么通缉犯？刚才发消息的1301继续道：等我找找通缉令。不一会儿，他就在群里发出了一张截图，那是一个身材瘦削的男人，皮肤黝黑，是扔到人堆里就找不出来的普通长相。要不是下面的悬赏金额标着10万块，真看不出来这么个看着老实巴交的男人竟然是个通缉犯。我一开始还没怎么在意，刚才睡觉的时候越想越不对劲，总感觉眼熟。就在咱们小区小孩游乐设施那一块，我们俩打了个照面，这一下子群里的人都炸锅了。有知道内情的邻居忍不住说话：602，这人我知道，是我们老家的，听说是他闺女被同学搞大了肚子，结果人家不认，就把人一家都杀了。就那个小男孩和他妈侥幸跑出来了，听说当时屋里全是血，他爸肠子都出来了，吓死人了。502，就为了这点事儿，也太丧心病狂了吧？他闺女不检点关人家男方什么事儿啊？402，就是现在的小姑娘都太随便了，说不定是他主动勾引的人家，谁知道呢？802，嘴上积点德吧，就好像你们知道似的。402，我怎么不积德了？怎么别人都没大肚子，就他被搞大肚子了？群里还在吵，我握紧手机，感觉头皮一阵发麻。就在此时，楼上传来一阵闷响，随即寂静的走廊里脚步声慢慢响起，外面有人在走动，可我吓得一动都不敢动，甚至不敢去看看外面到底是谁。群里还在热火朝天的讨论那个女孩到底是不是活该，我颤抖着手指赶紧打下几个字，这时候还有心思争论这个？赶紧报警啊，这可是杀人犯啊！不一会儿楼上回复了1301，报了，警察说很快就到，大家放心吧，今晚上先别出门。我擦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，在心里安慰自己，没事儿的。我迷迷糊糊睡了过去，再次醒来时，窗外已经天光大亮，连滚带爬的拿过手机打开业主群，楼上又说话了1301，刚才警察跟我联系了，已经抓到了，大家不用怕了，安心睡觉吧。402，这么快，感谢警察叔叔。就在这时，群里又有人发消息了：202，刚醒，可我男朋友就是接到派出所的，他说昨晚上没接到过报警电话，也没出过警。601，会不会不是咱们接到派出所接的警？202，我男朋友打听了，昨晚上就没抓过人，这么大的案子要是给办了，肯定早就传开了。1301，你到底在哪儿报的警？其他人也跟着艾特起来。302，你是不是耍我们？赶紧出来！1301。802，造谣是要进去的，再不说话我们就真报警了，你就等着进去吧！1301。然而昨晚还积极发言的1301，这次却一言不发了，艾特许久无果。有些脾气比较暴躁的邻居干脆在群里扬言要去找他，尤其是楼下的502，那是个光头大哥，直接就说要上来。我也有点生气，反正就在楼上，我干脆也跟着一起上去了。结果我和光头大哥刚上了半层楼梯，脚步就都不约而同地停下了。楼上的大门虚掩着寂静无声，我们对视了一眼。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呢？大哥咬了咬牙，走，咱们上去看看这孙子到底出什么幺蛾子。到了门口，我总感觉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一股浓重的铁锈气。我刚想问大哥闻没闻到，他就伸手一把推开了门。1301的邻居正安静地躺在地上，瞳孔已经扩张开来，身下的血凝固发黑，白色的墙上写着2个血淋淋的大字：等我。当天小区里好像热油进了滚水，彻底沸腾起来了。经过法医的判断，这人死了挺长时间了，身体都硬了，死亡时间初步判定为昨天下午。可是明明今天凌晨4点的时候，1301还在群里说话来着。小区里出了命案，人人都开始害怕了。802，这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还开始报复社会了？现在是无差别杀人了吗？602，我感觉不会吧，因为听说当时他杀那一家4口的时候，那家里还有串门的邻居在，他也没杀人家，把人家放回去了，怎么会现在就开始随便杀人了？402，这种杀人犯怎么说好呢？可能就是心理变态了，想多拉几个人垫背呢。我也有些奇怪，因为这个案子我知道，当时领导派我去写稿子，但是我心理素质太差，在现场吐得天昏地暗，最后领导只能找人来换我。我想了一下，给同事发了个微信，问了一下具体的情况，同事很快甩过来一个链接，压根儿就不是你们邻居说的什么被搞大了肚子，这个小女孩很惨的，让你们邻居积点口德吧。我点开链接，瞳孔微缩，标题是14岁女孩拒绝同学示爱惨遭毁容，还配了照片，眼睛虽然打了码，却也能看出来这是个很清秀漂亮的小姑娘，
14岁的琳琳因为拒绝了男同学的示爱，男同学怀恨在心，趁琳琳放学回家的路上将其强行掳走，带到荒地里强暴，并在其脸上泼了大量硫酸致其毁容。凶手因不满14岁无法定罪，只能对其进行批评教育。那个案子我跟到现在，杀人的就是女孩的爸爸，女孩子他妈生她的时候就没了，这些年都是他爸一个人把她拉扯大的。听说那个小畜生犯事之后，女孩爸爸去要说法，结果被他一家给打出来了。他妈还带着那个小畜生去过那个女孩家里，问他怎么还不去死。怎么说呢？虽然杀人不对，但也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。我抿住下唇，不管怎么说也不能杀人啊，被抓了留下那个女孩子自己可怎么办啊？同事沉默了一会儿，许久后他说道，那个女孩死了，是自杀。我把链接发到了群里，很快就有知情的邻居扒出了楼上的身份，原来1301叫赵一强，也是个网编记者。当时他全程报道了这件事儿，有邻居直接把他撰写的文章发到了群里。听村里人说，这个男孩是出了名的敦厚老实，非常腼腆也非常孝顺。据我了解，这个叫琳琳的女生在学校就比较爱打扮，和男同学们走得很近。小编认为一个巴掌拍不响，到底是什么能让一个老实人如此疯狂？或许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。他全程都在暗示被害的女孩子不自爱、不检点，故意勾引加害人，才迫使加害人一时冲动。群里开始激烈讨论。802，这个人说的什么东西？人家小女孩被强暴了，还被毁容，到他嘴里就成活该了。我看他现在才是活该。502，现在什么人也能叫敦厚老实了？老实人实惨。402，我觉得他说的没问题，怎么那么多女孩就非得强暴他？肯定是他不自爱啊，说不定是他主动约人家出去，后来又后悔了，想勒索人家，结果人家受不了才给他毁容的呢。502，楼上脑子进水了吧？给罪犯洗的。602，希望你以后也遇上这种人渣，到时候看你还说不说得出来这种话。402，呵呵，急了，你们就知道我说的不对。我发了一条消息，上一个这么写的人已经被杀了，你怎么就知道那个通缉犯现在就不在群里看着你的发言呢？说不定今晚就轮到你了。当天晚上群里又热闹起来了，无外乎那个叫刘贵友的通缉犯到现在还没被抓到。601，现在到处都是天眼，连个通缉犯都找不着，这群人干什么吃的？这时候402突然说话了，他先在群里发了一个新闻的评论截图，一个名为莫欺少年穷评论道，小年纪就知道打扮了能是什么好东西？我看多半是仙人跳人家没成，把人家逼急了，活该。现在的女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我支持这个男的，干得好，怎么没把他杀了？很明显，这个莫欺少年穷就是402，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发这些，但是群里立马炸开了。802，你有病吧？我看你才是真的反社会，你说这话也不怕遭了报应？键盘侠竟在我身边。502， 402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还有脸发出来？402没说话，继续发了一张照片，照片里200斤左右的黑胖子正坐在电竞椅上。随即他发了最后一条消息，这就是我。第二天一早我就被警察敲了门。402死了，他死前你曾在群里说不定今晚就是你了，请问你是提前知道了些什么吗？我懵了，我不知道啊，我就是看不惯他那么说话随便吓唬他的，他怎么会真死了？在看了监控确定我当晚都没出门后，我的嫌疑被排除了，警察估计也就是走程序。谁都知道杀了他的肯定是刘贵友，但让我不解的是，真正害死刘贵友女儿的那个男同学和他妈妈已经逃出来了，他不去追杀他们，为什么倒要来我们小区杀这几个无关紧要的人？我赶紧把情况跟同事说了一下，问问他那边有没有什么新情况。同事过了一阵子才回，其实那个小姑娘一开始也没想死的，治疗也挺积极的，他爸还到处打听哪里植皮技术好，以后攒钱带她去整容。结果后来被那个记者把这事儿发网上了，还颠倒黑白。你也知道网上什么人都有，好多人就去骂小姑娘不检点，活该，反正说得很难听。结果那天回来，他爸就发现他割腕了，临死前手机屏幕上还是骂他怎么还不去死的私信。他把一张照片发给我，莫欺少年穷，母狗，你怎么还不去死？被毁容的滋味怎么样？爽不爽？我双眼发直，放下手机，怪不得他要杀了这2个人。赵一强把女孩的事情胡编乱造后发到网上，引导舆论网暴。402的私信则成了压倒女孩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，所以女孩的父亲来复仇了。这些隐藏在网线后的蛆虫，在黑暗里肆意发泄着自己的扭曲和戾气，从来不需要为自己言行负责，让他们更加的肆无忌惮。自从这件事发生后，一直热闹的业主群终于安静下来了。刘贵友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，这些天我们小区警车来来往往，到处都能看到巡逻的便衣，然而他却一直没被抓到。往日晚上热闹的小区已经一片死寂了。就这么过了几天，持续的高压让每个人都神经绷紧，警察恨不得把所有警力都出动驻扎在小区里，势必要把刘贵友拿下。然而刘贵友又杀人了，只是这次不在我们小区，而是在离我们这里很远的一片城乡结合部。他找到了那家逃出来的母子，杀了妈妈后把儿子绑走了。